友们，开泰山来泰山，我呢现在在山东的泰安来试驾这台泰山 X8。因为它的空间配置方面啊，在这个网上已经有很多评测了，所以咱们今天就直接上车试一下它在动态方面表现怎么样。电动门踩一脚，直接就自己关门了。我跟你说，就电动门这个东西啊，属于是你如果没用过，你会觉得它没用，但你一旦用上了，就再也离不开了。先说一下底盘悬挂方面的配置啊，前双叉臂加上后5连杆，还是全铝底盘，然后105毫米可调的3腔空悬、魔毯悬挂，还有双向16度的一个后轮转向。总之，在这个硬件方面，其实蓝图能给你上的就全上了，并且呢，这些配置除了最低配以外，其他配置都是标配的，所以在这个方面，真的蓝图还是非常有诚意的。我们把泰山 X8呢开到了专业场地，就看看在这种比较极限的情况下，它的整体表现怎么样。第一个项目呢是一个飞坡，其实这种路呢，我们有时候在那种修的不太好的路况之下也会碰到，但接在场地里边，这个它肯定会更加极限。不管是从车外看车身的整个动态表现，还是说车内的体验感表现都非常的稳定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时速80的时候，落地之后它整个悬架回弹很迅速，而且没有什么持续抛跳，就很快的恢复车身的平稳了，保证整个行驶的轨迹。这感觉都很轻，对，就甚至都没有那种飞的感觉。该说不说的啊，空悬加上可变阻尼减震器，聪明智能的底盘，这个时候真的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现在前面是一个高4.3米，然后坡度35左右的一个驼峰桥，它这个角度看起来还是挺吓人的。这个它其实对于车的动力啊、扭矩啊方面的考验还是很强的，但你能感觉到，其实整个上坡过程最大的感觉是那种很可控的感觉。我们看的是一个增程版本啊，其实能感觉到它整个的上坡是那种电流把车推上去的感觉，所以上坡的时候就觉得很稳当。然后3腔空悬105毫米的一个超长行程呢，也能够有效的增大车辆的通过角。整个过程它几乎就是盲开的，因为角度确实太大太陡了，都看不到前面的路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540度全景影像就很有用了。前面是一个就还比较夸张的一个交叉轴，这个比较考验车的一些四驱的能力。能感到整体它的四驱系统快速响应，精准的分配动力，而且能够迅速锁止悬空的车轮，脱困还是非常轻松的。所以大家如果说开泰山 X8 自驾呀，或者是露营啊，万一遇到一些极限路况，也就不用太担心了。好，接下来大家看一下这辆车它的转弯半径。因为蓝图泰山 X8 它的车长是5.2米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有双向16度的一个后轮转向，所以能够做到5.4米的这么一个转弯半径。前面是一个其实挺极限的一个桩桶围起来的，这在这个里边感觉有点极限啊。其实我离两边已经非常近了，你看我的雷达一直在响。非常顺畅，所以呢，有这个双向16度的后轮转向。如果说大家平时要走一些窄路，或者是停一些比较窄的车位呢，就会比较方便。这么大一台车，你平时在市区或者比较窄的地方开的时候，也不会觉得很不灵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试一下它的辅助驾驶。因为泰山本身也是蓝图的产品序列里面的旗舰车型嘛，所以说在这方面它的配置给的还是非常顶的。它搭载的是华为乾坤 ADS Max 3 896线激光雷达，而且全车一共是有4颗激光雷达。除了在车顶的那一颗以外呢，还有在车身的两侧以及车尾还各有1颗激光雷达。然后全车是有34个感知硬件的。其实大家也知道，现在的辅助驾驶方案都
非常卷啊，像端到端呀、城区高速的领航辅助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泊车呀，其实很多的辅助驾驶方案都是可以支持的。但是这套896线激光雷达呢，它的特点就是看得更远、更清，而且在这个暗光下或者说是夜晚，对于这种小的障碍物的识别能力会更强。所以呢，虽然说看起来能力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它肯定是更安全的。你好，蓝图，我在。导航到泰安站，第一个。那这么大一台车呢，除了说开在路上，我们其实也很关心它到底好不好停车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选了2个，我们日常经常会遇到的，但是不太好停的那种车位，给大家试一下。这边呢，它是一个窄距的停车的测试，就是现在这个车位呢是3米左右，然后两边看这边这个桩筒。它已经完全压线了啊，已经到这个内侧了。然后这边呢，还模拟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停车的时候，停了一辆别的车。那么看这个车位，就是它自己停的话，能不能停进来？试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门它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打开了，就是这个距离吧。它已经窄到我要下车的话，看，所以这个它真的很窄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试一个侧方停车。大家也知道，就蓝图泰山 X8，它的车长是5.2米嘛，所以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尺寸。如果说你平时侧方停车的话，可能还是有点难度。再加上侧方呢，很多朋友也都不太擅长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试一下让它停的话可不可以。然后我是选了这2个车之间的一个车位，但其实它这个并不是车位。大家看，正规的车位是在这边，但这2个车之间其实它严格来讲不能算车位，但是它是可以停的，所以它又能识别到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说平时要停一个就是没有规划那种车位的话，它也是 OK 的。开始泊车，注意环境安全。看这个后边已经贴得很近了。泊入已完成，看停好了，我现在能够看到啊，这个车头离前面的车的车位非常非常近了，已经。车头的这个距离啊，就我这样几乎已经进不去了，我只能这样进。大概就是这么宽。那今天试下来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啊，虽然说它叫泰山 X8，但是它和泰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那泰山呢，可能就更加的商务稳重 ；X8 呢，可能它整体的玩法更多，更加的年轻时尚。大家也可以看网上各种的静态评测啊，有很详细的讲解。再加上这台车它整体的细节方面都做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会更加的适合家庭用户，毕竟大5座嘛，而且女生自己开的话也很合适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台泰山 X8的动态体验了，大家对这台车还满意吗？